大家好，我是邱平。以前我们在陕西西安看到了秦二世胡亥的墓，还有秦始皇时期修建的秦之道。在2000多年以来呀，大部分人都认为秦朝灭亡的原因是由于秦始皇去世之后，李斯、赵高他们伪造遗诏，扶持胡亥登基，进而乱搞。那其实还有一部分呢是陈胜、吴广的起义，他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算是为秦朝灭亡敲响了钟声。那今天我们是来到了河南芒砀山，这里有一座陈胜的墓，我们就来讲一讲陈胜的故事，顺便呢也说一下秦朝灭亡的原因，它是多方面的，甚至说关键的原因和秦始皇有关。在陵墓前，现在还能看到很多石像生。当然，这些石像生肯定是后期复建的，原本应该是没有吧。那这一些石像生和我们之前看到的唐代陵墓或者历朝历代陵墓前的石像生是有很多区别的，但明显的看得出来，这些石像是很怪异的。那么这些并不是我们看到的狮子、老虎这一些，而是被称之为神兽、灵兽。在上古时代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时期。那时候参加祭祀活动的人不只是人，还有很多所谓的神兽、灵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代表上古12罗的12神兽。汉代之前参与大型祭祀活动的有甲胄、熊伯、藤简、伯奇、强梁等12位神兽。这些神兽跟我们平时看的是有点不一样，在历史当中只有一本书记载过，而且是在汉朝时期，后面就再也没有记载过，算是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从而一直有学者说，这个到底存不存在，也是带一个问号的。这些神兽基本上都有翅膀，就代表会飞。你看，它又有羊角，这就和我们普通的看的有点不一样。会飞就代表当时很多神兽都是能够上天入地的。和我们之前在唐朝帝陵前面看到的谢字天禄有点相像，这个也是有角的。整体这些石像，反正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现在我们继续来看陈胜墓，它是河南省的文保单位。前方这些建筑都是新修的，特别是这个阙楼，这应该是两出阙吧，也是汉代的那种风格。整体这个里面的建筑基本上都是新修的，反正我看到前面那大门也都是汉代的一些风格，秦汉时期的。一进来就可以看到一个雕塑，这应该就是陈胜了。他是一个农民出身，确实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啊。他的出现，他的这个动作，他做的这个事情，也算是为中国后面历史奠定了一个基础，就是当朝的统治者并不是要达官贵人或者是那些贵族出身，普通的人也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前方那个建筑风格也是属于汉代的，门票15块钱。现在我们来讲一讲陈胜的故事。这就是他了，他家庭条件其实也一般，年轻的时候曾和别人一起被雇佣耕作，就等于是卖苦力的。有一次呢，他就跟这些同伴说，苟富贵勿相忘，就是和大家说如果谁富贵了，就不要忘记大家从前的伙伴。结果这个人呢就嘲笑他，应该是很多人嘲笑他，他说我们这些人的出身，或者说你的出身这么低，也没什么本事，怎么可能富贵呢？而陈胜就说了，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证明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很有想法，想改变自己的命运。后面呢成功了，尽管说改变命运的时间不长，但也算是成功过。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嬴政在东巡的过程中驾崩于河北邢台的沙丘，享年50岁。随即赵高、李斯伪造遗诏，扶持胡亥登基，史称秦二世。胡亥当上皇帝之后，他实行的是残暴统治，群臣人人自危，
并且呢自己也是到处巡游去游玩，这样导致全国呢民怨沸腾，各种矛盾日益尖锐。在秦二世元年，也就是公元209年，陈胜、吴广等900平民被征调到云阳戍边，等于是去当兵。当时他们来到大泽乡时，遇到大雨，道路不通，形成了误期。在秦朝那个时候，法律明文规定了，你如果误期了，是要被处罚，基本上就要被杀头了。陈胜和吴广就商量，我们去戍边，基本上也是有去无回，等于也是死。那现在延期了，到达那边也是死，那不如我们就造反吧。现在这种情况你也知道，天下苦情久矣，如果我们造反，我们起义，应该会有很多天下人响应的。他们决定起义之后，就会想办法或者想一些方式来进行推进。在封建社会那个时候，鬼神之说会让很多人相信，于是呢，他们就先采取这种办法，先用朱砂在帛上写了“陈胜王”3个字，放到那个鱼肚子里面去。第二天呢，有人买鱼烹食，就得到这3个字。那很多人就会想，我们这里刚好有个陈胜，那他会成为一个王，这就为陈胜埋下了伏笔。到了晚上，陈胜让吴广到树林庙里面住，夜里点燃了篝火，模仿狐狸声音大呼大楚姓陈胜王。那整个和他们一起来的这些伙伴呢，惊恐不安。天亮的时候，大家呢都在看陈胜。这个时候，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些士兵就感觉不对劲，想要处理他2个人。结果呢，陈胜和吴广就把他杀了，并且呢，陈胜说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打开了起义的步伐了。他们算是揭竿而起。为什么叫揭竿呢？当时他们主要的武器就是竹竿、木头还是铁锹这一类的，真正的武器很少。从而呢，就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开始进攻其他的地方。陈胜、吴广起义之后，称得上是势如破竹，很快呢就攻占了很多县城。接着呢，天下各个地方开始响应了，特别是东方6国那些遗老遗少，马上呢也起兵反秦，等于是中原大地陷入了战火当中。这个时候比较有名的是项羽还有刘邦，特别是刘邦起义也是在这个不远处的芒砀山，大概就2-3公里吧。那边现在还有一个刘邦斩白蛇起义处。刘邦呢和他们陈胜、吴广性质差不多，也是押送准备去戍边或者去其他地方。到达芒砀山这一块呢，也是遇到了困难。最后刘邦呢，他们商议，那我们也不如起义吧。这就为汉朝的天下诞生了方向，也可以说是刘邦创业的起点。在这一块呢，不光是有刘邦斩白蛇起义处，还有一个大汉雄风刘邦的巨大雕塑。后面这一块呢，是属于汉朝诸侯王梁国所在地，包括梁王他们家族墓就是在芒砀山这里。起义之后，他们势如破竹，人员也越来越多，算是成功了。在这个时候，陈胜就自立为王，国号张楚，算是建立了一个政权了。结果在这个时候，陈胜好像就算是变了一个人。他首先呢是杀害了自己的发小，算是朋友。另外呢是重用奸臣。最关键的是那个吴广被杀害了，而他呢没有惩罚，反而呢还重用了那个杀害吴广的人。这样的话就寒了跟他打天下人的心，算是有点众叛亲离了。恰好在这个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章邯又来了，他根本就抵挡不住，因为之前他所
面对的根本就不是秦朝的主力部队，打不过就肯定很快就失败了，最后呢是被一个车夫杀害了。陈胜的失败，如果按照古代封建社会的这种运行规律来讲，它算是必然的，因为他没有深厚的底子，没有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呢刚好有点起色就建立政权，使得成为众矢之的。另外一点呢，就是自己的能力有点不够，不会用人，多方面造就了他的失败。陈胜从起义到被杀前后呢不到半年时间，但他呢点燃了反秦烈火。陈胜虽死呢，其他反秦的势力继续在前进。3年后，刘邦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杀入咸阳，推翻了秦朝的统治。刘邦称帝之后，追封陈胜为隐王，把他安葬在这一块，并且呢派30户丁役守护陈胜墓，并按王侯待遇对陈胜年年祭祀。在前方的高台上面有一座建筑叫做隐王殿，里面可能也是放了一些陈胜的资料。看这些建筑啊，都是秦汉时期的风格，包括旁边也是啊，这算是一个宫殿建筑群一样的。这个隐王刚才说了是刘邦给他封的。刘邦啊，真的是一个天生的政治家呀，他出身也很低。在中国大统一王朝，出身比较低的，最低的是朱元璋，第二个就是刘邦了，一个小亭长。这边有很多雕塑，展示的就是陈胜的故事。刚才我们看到的壁画，这里是雕塑。在大殿的后面是他的墓冢所在地，有一块墓碑，肯定也是近些年弄的。秦末农民起义领袖陈胜之墓，1975年郭沫若先生写的。这墓碑可以看到有很多龙啊，他毕竟也算是建立了一个政权嘛，他没有当皇帝啊。后面是他的墓冢，也是挺高大的。有一些人会怀疑说这里到底是不是陈胜的墓，我看了一下资料，确实是如此啊，因为有很多资料有记载。这一座墓冢呢，现在高度是5米，周长50米，周边呢是青石围墙。陈胜他这个起义的时间不长啊，6个月就被消灭了。不过尽管如此，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有一些的，因为他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特别是他说的那一句“王侯将相，民有种乎”，这就为后面不管是哪个王朝，只要出现了我们说的民不聊生，那就有人揭竿而起，发动起义。这也是他对后世的一个影响。他这里其实可以对照刘邦，在刘邦称帝之前，就是国君也好，皇帝也好，或者是王也好，基本上都是在贵族之间产生。而刘邦呢，就打破了这个，就是普通的人、平民百姓也有机会当上皇帝，算是改变了皇帝的传承。在汉朝后面的一些皇帝，出身也有不是很高的。那陈胜的故事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那现在我们来说一说秦朝灭亡的原因。秦朝灭亡的直接导火索、直接原因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0年突然病死，那赵高、李斯呢篡改遗诏，逼死了公子扶苏，他们立胡亥为帝。胡亥登上皇帝之后，诛杀大臣以及兄弟姐妹，使得呢宗室与朝堂离心。那大臣呢对这个秦帝国没有信心，赵高专权呢指鹿为马，排除异己。他们整体来讲的话是进行残暴的统治，这个使得下面的民怨越来越严重，最终呢导致了陈胜吴广起义。
后面呢是各个地方相继响应，这是直接原因。说的通俗一点，就是秦始皇他没有选择好接班人。2000多年当中都在说诏稿李斯是篡稿遗诏，实际大家仔细去看一下这个历史资料的话，并没有明确记载诏稿李斯篡改遗诏。包括他们那些陈胜吴广很多人起义都没有拿这个诏稿李斯篡改遗诏说是如果真的传出来，那肯定起义人们会打着这个名义的，结果没有，就证明胡亥很有可能是自然继位的。是不是秦始皇选择就不知道了，很有可能秦始皇死的时候没有留下遗诏让谁继承皇帝位，只是说赵高、李斯、胡亥他们刚好在陪着秦始皇东巡的途中，那他死后自然就由胡亥登基为帝了。说的通俗简单一点，第一个原因就是秦始皇没有选择好接班人，没有及早的确立太子，导致秦始皇出事了之后，这个国家就出了大问题。后面朝代的皇帝就充分吸取了这个教训，基本上皇帝登基没多久呢，他就确立了太子，这等于是巩固国本吧。刘邦就吸取了这个教训，他一登基就立了太子在那里。现在说的可能就是一些根本性的原因。我们都知道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采取的是法家思想立国，他们是严刑峻法，以高压统治，还有呢军功爵制。当时的东方六国说到秦国都说是虎狼之师，他们很害怕秦国。东方六国采取的可能是一种思想，而秦国采取的这种法家思想跟他们刚好是对立的，这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当时秦始皇统一天下的时间太快了，短短的10年时间就灭掉了东方六国，创立了大统一的王朝。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快，他们也没有做好治理整个天下的准备。统一之后，他们把秦国的各项制度照搬到全国，那这样的话就会出现问题的。因为秦国是严刑峻法，而其他的东方六国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比方说现在犯了一个错误，如果按照以前可能受到处罚的程度比较小，而现在呢按照秦法就会受到很严厉的处罚，特别是还有一些什么连坐、漏刑等等，这就会导致民众恐惧、民众怨恨。这种怨恨和恐惧是会慢慢的积累，到达一定程度肯定就会爆发出来。我们再说的通俗一点，打个比方说，就现在你治理一个公司，100个人的公司你治理是一种方式，如果这个公司达到1万人，那肯定是要另外一种方式。你不能用你治理100个人的公司去治理1万个人的公司，这肯定是行不通的。还有就是徭役繁重，你像陈胜吴广、刘邦都是因为徭役才起义的。还有就是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修建陵墓、修建长城、修建驰道、直道等巨型工程，征发数百万人，这样的话也会导致矛盾比较突出。还有就是赋税沉重，这个和徭役呢是可以统一起来，等于是社会矛盾激化。再有一点，我们看秦朝末年的起义当中，很多都是东方六国那些遗老遗少组织的。这就得说到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的一个政策，他并没有对东方六国那些王室掌权人进行赶尽杀绝，而是把他们迁移到咸阳来。其实这些人一直是不服的，他们一直在等待机会。在秦始皇死后，胡亥登基为帝，天下大乱，他们呢就联系以前属地的人们进行反秦。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后面的项羽，他就是楚国贵族留下来的，包括其他的东方六国都有参加到这个反秦的队伍当中，这些呢就加速了秦朝的灭亡。还有一个比较大的原因是认同性，大家发现没有，
秦国尽管说是当时战国七国当中实力最强的，但实际他的人才呀，很少有自己培养的，都是在其他国家不得志的人来到秦国，进而呢实现他们的抱负。这就导致他们对这个国家本身认同感比较弱。你如果有一个比较厉害的君主，能够让我实现抱负，我就在你这里待。如果出现一个君王一般不能让我实现抱负，或者说让我利益受到损失，我就拍拍屁股走人，我换一个地方。刚才说了那些原因呢，有表面原因，有深层原因，现在我们就来说一下根本性的原因，利益分配。我们都知道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他是废除了分封制，采取的竞选制，加强了中央集权。那等于呢，这个国家所有的一切都是秦始皇一个人的。而那些跟随秦始皇打天下的王公大臣也好，还有那些将军也好，他们都没有得到好处。就我帮你把天下打下来了，结果到达胜利果实的时候被你秦始皇一个人摘了，我们没有得到，等于他得罪了整个阶层。只是说秦始皇的威望很高，那这些人呢，就算是没有办法暂时的制服下来。他们本来是想等扶苏继位之后还有希望，因为扶苏一开始呢是赞同分封的，结果没有想到秦始皇死了，扶苏也死了，胡亥继承皇帝位，结果呢他又采取这些暴政，那这样的话就导致整个文武不支持你这个赢家的统治。后面刘邦创立了汉朝之后，就吸取了这个教训，他采取了郡县制和分封制两种形式，同时呢大力封赏那些跟随他的文臣武将，这样的话就能够稳定局势，让那些勋贵和刘邦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的话勋贵就认同刘家天下。假如说有人反对刘邦，反对刘家天下，那就是和整个勋贵为敌。而秦始皇当时他就没有这样做，导致秦朝出现那么大的危机，并没有多少人站出来。还有一点呢，是关中那些老秦人的利益也没有得到保证，就是关中的老秦人为你秦家打天下打了上百年的时间，那你秦始皇统一了天下，正常情况下是要休养生息，让这些老百姓能够安稳下来。结果呢，秦始皇他们统治的方式仍然和以前秦国没有什么区别，这样的话就使得老百姓的利益受到损害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肯定就不怎么再支持你赢家了。那特别是刘邦后面从武关进入关中之后，就基本上没遇到什么抵抗。后面呢，他又和关中的老百姓约法三章，使得他在关中的基础迅速稳定下来了。这就是刘邦的聪明之处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就像我们经常说的，神仙来了也难救谁也挽救不了了。这些呢，就是秦朝灭亡的一些原因。通过这几个，我们可以分析得出秦朝灭亡主要原因还是得怪到秦始皇的身上。尽管说他是中国第一位皇帝，创建了第一个封建王朝，但实际来讲的话，他并没有做好治理一个封建王朝的准备，他也有他的局限性。在他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一个问题很大的封建王朝，在他死后的4年时间就灭亡了。尽管说这个王朝只存在了10几年的时间，不过呢，他留下的东西确实很多，有一些呢影响了2000多年。那到这里，陈胜墓和秦朝灭亡的原因我们都讲完了，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这个地方看一看，顺便呢也可以看一下芒砀山的诸侯王墓。那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我们下个视频再见。